我的夫君是太子，他却伪装成失了忆的屠夫，跟我在这小村里过起了穷苦夫妻的日子。直到那晚，我听见他跟暗卫说话。宁姑娘救过殿下的命，对您又是一片真心。等您得了势，要不要给她个侍妾的名分？这种粗野的村妇，姑怎么可能带她进东宫？我跟她不过是逢场作戏罢了，赏她1000两黄金已经够意思了。我贴着门板偷听，险些没憋住笑出来。他哪里知道我可是重生回来的，这笔银子总算是要熬到手了。这些日子暗卫来得格外勤，每回萧锦慈都会刻意折腾我，等我累得睡死过去，他才轻手轻脚地披上衣裳出门。莫非他要回宫的日子快到了？我故意留了个心，趁他起身的功夫，悄悄挪到门边。殿下，日子越来越近了，宁姑娘这边，您准备怎么安排？萧锦慈没吭声，毕竟当初是宁姑娘救了您，她对您一片痴情。您要是有心，日后给个侍妾的位分也不是不行。江婉宁这个人粗野蛮横，连字都不识几个，这种粗俗女人，姑怎么可能带回宫里？我跟她原本就是逢场作戏，姑赏她1000两黄金已经是天大的恩典了。月光下，暗卫摇了摇头，好像在为我感到可惜。可他们后面说的那些话全都飘远了，只有黄金1000两这4个字在我耳边嗡嗡响个不停。我强忍着快要咧开的嘴角，憋着笑意爬回了床上。萧景慈还不晓得我是重生回来的，打一开始我就清楚他是个什么货色。上辈子捡到他的人不是我，是村里的刘大丫。他在村口捡着了个俊俏郎君，一眼就动了心，说什么也要跟人家成亲。成亲前一晚，我还劝他，男人得有真本事才行，不能光看一张脸。结果我被打脸打得啪啪响。萧景慈回宫那天，头戴玉冠，身披蟒袍，10万兵将跪地相迎，村口那条小路挤得连根针都插不进去。我这才明白过来，刘大丫捡回来的男人竟然是高高在上的太子殿下。萧景慈的失忆从头到尾都是装出来的，他故意藏在这偏远小村子里，暗暗积蓄力量，如今总算是成了争夺皇位的最后胜者。萧景慈从刘大丫身边经过的时候，冷漠得很，一脚扫过，连眼皮都没抬一下。刘大丫从那以后就像是着了魔，满脑子都是太子妃的梦。她整天抱着萧景慈赏下来的那些财物哭个不停，嘴里念叨着不要这些钱，只想做她的太子妃。我实在想不通，这有什么好哭的？要是换成我，肯定把那个未来的皇帝老儿吃干抹净，睡够本再说。等他回了宫，我这辈子就是靠着金山银山过日子，吃喝不愁，怎么算都不吃亏。谁知道1年之后，萧景慈刚登上皇位，村子里就爆发了瘟疫，村里人有病倒的，有死掉的，我也没能逃过这一劫。咽气之前，我脑子里居然冒出了萧景慈那张冷冰冰的脸，真是羡慕的要死。那可是1000两黄金呀！要是我也有刘大丫那样的运气，至少能改变眼下的命。我还以为自己就这么草草的了结了这一生，再睁开眼，我居然重生了。这回我什么都没多想，直接往村口跑，不为别的，就为了抢在刘大丫前头把萧景慈捡回来。我天天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足足守了半个来月，盼啊盼啊。终于盼来了满身是伤的萧景慈，他还没来得及倒下，我赶紧笑着迎上去，稳稳当当地扶住了他。你是什么人？这是什么地方？虚弱的萧景慈还是很警惕，他拿剑抵着我的喉咙，不让我再往前靠，可我压根不在乎。官人，奴家是来救您的。我不管萧景慈怎么挣扎，一口气把他半边身子扛起来，连拖带拽地往家里带。回去的路上，我顾不上他痛得闷哼，心里乐开了花。这天大的富贵，到底还是让我给接住了。等萧景慈再醒过来的时候，命运已经彻底变了。这一回他躺的是我家的床，萧景慈面前已经摆好了治鞭伤的药、治摔伤的药、治刀伤的药、跌打损伤的药，这些都是我早早准备好的。我早就把市面上能买到的各种好药都买回来了，就怕治不好萧景慈。官人，您到底是哪儿受的伤？奴家来给您治。萧景慈表情怪怪的，迟疑了一下，把手伸向了金创药。这一回他跟上辈子一模一样，骗我说自己失忆了。我没有戳穿萧景慈，反而顺水推舟把他留在了家里。没过多久，我们便成了亲。成亲之后，我对萧景慈愈发上心，不光是因为他是我的财神爷，更因为他是东宫太子，将来的皇帝。要是这会儿伺候得不好，让他记了仇，到时候别说钱了，这条小命都保不住。萧景慈每天去镇上杀猪卖肉，我就拎着小石篮走好远好远的山路给他送吃送喝。不管他什么时候回来，我都提着一盏灯笼在村口静静地候着。沾了萧景慈的俊俏光，肉铺的买卖倒也红火。他长得眉清目秀，好些姑娘专程大老远跑来买上半斤肉，就为了偷瞧一眼萧屠夫的模样。可他们哪里知道，这点小钱我根本瞧不上。我掰着指头算日子，越算越激动。这一天总算快到了，可是
好几天过去了，我等了又等，始终没等到萧景慈回宫的动静。在想什么？我轻咳了一下，莫名觉得有点心虚。在想你啊。我就在你跟前，想我干嘛？我装出一副委屈巴巴的样子，来铺子买肉的姑娘越来越多了。万一哪天你瞧不上我了，嫌我粗野又不认字，把我丢了，那可怎么办？好好吃饭，成天瞎说些什么？我心里冷笑，这哪是瞎说，这不就是太子殿下您前几天亲口讲的吗？你才瞎说呢！成亲这么长时间，你喊我娘子的次数，掰着手指头都能数清。喊你娘子，你就肯好好吃饭？他站起来给我夹了一筷子菜，清秀的眉眼微微垂着，很自然地叫了一声娘子。明明心里头那么嫌弃我，面上还得跟我演戏，真是辛苦他了。哎，好在这种彼此做戏的日子总算快到头了。吃完晚饭，萧景慈坐在床边，忽然朝我伸出手来，他摊开手心，里头躺着一根素簪，送给你的。今天街上新开了家首饰铺子，我看见不少姑娘都买了这个，想着你应该也喜欢。我心里嫌弃的不行，面上却还得装出喜欢的模样。你怎么知道奴家喜欢这种样式的？我忽然搂住他的脖子，笑嘻嘻地凑过去。招郎，你对我真好。萧景慈眼神微微一动，抓住我的手腕，起身压了过来，吻住了我的唇。他放下床帐的那一刻，我迷迷糊糊地想，男人啊，可真是好哄。第二天一大早，门外就传来一阵嘈杂声。别睡了，出大事了！第二天一大早，门外就传来一阵嘈杂声。别睡了，出大事了！村口怎么全是当兵的？我一下子翻身坐起，抱着被子，旁边的萧景慈早就不见了人影。刚走到院子里，就看见萧景慈穿着一身石青色的袍子，背着手站在那儿。我家小院门口，村民们跪了一大片。太子殿下，臣来迟了。终于来了，你们怎么这会儿才来？我激动的眼眶都红了，却装出一副吓坏了的样子。招郎，他们是什么人？什么人？见了太子殿下还不赶紧跪下！太子，我软绵绵的跪了下去，嘴唇抖着，眼泪大颗大颗的往下掉。萧景慈站在原地，就那样看着我，挺直了腰背，却一言不发。过了好一会儿，那喉咙里终于吐出了我做梦都想听到的话：将氏救驾有功，赏黄金1000两。说完，萧景慈从我身边走过，趁着他微微顿了一下的功夫，我抹掉眼泪和鼻涕，悲痛欲绝的大喊：谢太子殿下恩典！我站起身，把那盘沉甸甸的黄金搁到身边，然后从袖子里掏出他昨天送我的那根素簪，朝着院门口的小溪跑去。这时身后的萧景慈有些失控地喊着我的名字：江婉宁！他居然追了上来，我吓了一跳。与此同时，高高举起手，把簪子扔了进去，簪子只在水面上溅起一点小小的水花，转眼就沉了下去。殿下，从今以后，你我二人再无瓜葛。萧景慈的脚步被我这句话硬生生定在了原地，四周陷入了诡异的寂静。大概是感觉到了萧景慈的怒火，所有人都趴在地上，小心翼翼地低着头，不敢乱瞧。可要是他们抬起头，就能看见太子殿下失了仪态的狼狈模样。萧景慈眼底通红，死死盯着簪子消失的地方，拼命掩饰着袖子底下发抖的手。我一边抹眼泪，一边暗暗想，太子殿下到底是人中龙凤，演戏演到把自己都骗过去了。只可惜他不知道我曾经亲眼看着刘大丫被无情抛弃的结局，只要有一丁点被用完就扔的可能，我都不会让自己去赌。更何况我还亲耳听见过他对我的评价，与其信男人那些轻飘飘的情谊，还不如信这沉甸甸的金子。再说了，那簪子我早就嫌丑，早想扔了，硬是憋到今天。过了好一会儿，萧景慈眉眼间浮起了森冷的寒意。如此甚好。这一回，萧景慈没再回头，望着那浩浩荡荡的一大堆人马离村子越来越远。我飞快地冲到那堆金元宝旁边，抓起一个塞到嘴边，然后狠狠咬了一口，真疼，但是真香啊，嘿嘿。旁边的村民们一脸惊恐地看着我傻笑，全都同情地看着我。他被抛弃得太惨，伤心过度，这才变得举止疯癫。其实这次重生回来拿到这笔钱，我还有另一件想做的事，虽然不知道能不能成，想来想去还是决定试一试。我赶紧擦干眼泪，站到村民中间，让大家都围过来。各位乡亲，婉宁有些话要说。招郎身为储君，回宫之后，难保日后会想起在荷花村的落魄日子。在场的人都听明白了我话里的意思，毕竟军心难测，没人敢赌萧景慈会不会哪天忽然心血来潮，想要抹掉自己在荷花村的落魄记忆。他那样冷心冷情的人，还真不是没这个可能。我想借着这个由头，把村民们赶走。天哪，那可怎么办？咱们祖祖辈辈都住在这儿，要是搬走的话，命都快没了。见时机到了，我慢慢开口：招郎是我捡回来的，自然该由我负责到底。所以2天之内搬走的乡亲们，我江婉宁愿意承担搬离荷花村和之后大家安置的所有花销。太好了，婉宁，你说的是真的，竟然还有这种好事。我点了点头，眼看着踊跃报名的村民越来越多，我悄悄松了一口气。我从小没爹没娘，吃着荷花村的百家饭长大，
既然占了重生的便宜，自然得为大家做点力所能及的事。这样一来，我悬着的心总算放下了。村民们的事情解决了，现在还剩最后一个问题。我看向旁边的刘大丫，她正蹲在地上呜呜地哭着。我才不走！我也想要个帅男人回家当夫君，最好是比太子殿下还帅的。我嘴角抽了抽，她跟我一样是孤女，也没什么亲戚能投靠。想到重生前她的凄惨下场，再加上她现在这副模样，就算有了钱，难保不会被哪个心术不正的男人给骗了去。我蹲下身，给她擦掉眼泪。我带你去个好地方，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走？去哪儿？能捡到男人吗？我顿时语塞。闭嘴吧你！我作为最后一个离去的人，放了一把火，把这地方烧了个彻底。登上马车之前，我望着已成废墟的荷花村，仿佛跟前世那些痛苦的死亡记忆做了个了断，心里说不出的痛快。这回不会再有人死在那场瘟疫当中了，所有人都能拿着银子好好活着。马车上刘大丫一脸好奇地开口问道：你之前提的那个好去处究竟在哪儿？我扯了扯嘴角，掀开车帘。京城。这也是我拿了这笔钱之后的另一个念头。等这笔保命的钱财到手，我就要离开此地，去天底下最稳妥、最能挣到钱的地方。京城繁盛，处处是机会。最关键的是，我不想再跟上辈子似的，到死都困在那个破村子里。马车慢慢远去，但我不晓得的是，3日之后，荷花村来了好几个黑衣人，只有带头的那个穿着青色长衫，隐约能看出俊朗的面容，气质高不可攀。他看见早就人去楼空的村子，只剩遍地残垣断壁，身子微微一动，却没说什么。其他几个黑衣人顺着小溪往下找，像是在寻什么东西，最后还是空手而归。只有那个青山公子最后翻身要上马时，突然重重摔在了地上，再仔细一瞧，他竟生生吐出了一口鲜血。正赶上新帝登基，盛京突然冒出一家绣坊，叫云裳。那绣坊刚开张的时候，到处贴告示，收留那些无家可归的穷苦女子干活，不光管吃管住，还教绣活，等手艺学成了就能进坊子。这告示一贴出来，京城的老百姓议论纷纷，都觉得是个噱头罢了。可才过了半年功夫，云裳坊就凭着金箔绣在整个帝都出了名，绣品样式多，花样新，京城里的贵女们都抢着买。听说那家绣坊的东家是个姓王的女子，很是神秘。这时左相家的千金尹仙宁在铺子里挑绣品，跟我随口聊着。江姑娘，明明是你开的绣坊，怎么对外都让王姑娘出面呢？我笑了笑，没接话。刚到京城那会儿，我开了云裳坊，买下了一座大宅院，大丫懂药理，就在云裳坊隔壁开了家医馆。我们还请了个教书的先生。正是因为自己够拼，各自的小生意才好，不容易有了今天这番光景。不过这里说到底是萧景慈的地盘，为了保险起见，我还是让大丫顶了云裳坊对外东家的名头。对了，前几天我跟着爹进宫吃酒的时候，把你绣的那对花鸟挂屏献给圣上了。我剥算盘的手猛地顿住，他盯着你绣的那个宁罪字看，把酒盏都打翻了，突然咳得厉害，还问了我好些奇怪的话。他问我这对挂屏是谁绣的。以前跟萧景慈在一块儿的时候，每回他衣裳破了，我给他补，总爱耍点小心思，在他衣裳靠近心口的地方绣个宁字，说是给他当护身符。我原以为萧景慈从来没留意过这种小细节，可转念又想，这姑娘名字里也带个宁字，心里又藏了几分侥幸。我装作随口问道：那你怎么答的？尹仙宁的脸色突然变得严肃起来。我说这挂屏是我绣的，然后就得了头等赏赐了，还多亏了你这双巧手，我爹都夸我进步不少呢。江姑娘，你可真是帮了我大忙。过几天你愿不愿意来我府上吃酒？他又笑嘻嘻地恢复了表情，我这才放下心来，刚笑着答应，又听他神神秘秘地说：大家都说新帝手段狠辣，相貌出众，登基到现在后位还空着呢，所以各家大臣都拼了命的往宫里送姑娘。可我才不乐意，因为他有怪病。我皱起眉头，萧景慈浑身肌肉，摸上去硬邦邦的，明明壮实得很，哪来的什么怪病？我爹偷偷告诉我，圣上有心悸的毛病，大概是当年流落在外落下的病根儿。嘘，你可千万别往外说。他走了之后，我自己愣了半天，总觉得萧景慈的反应有点不太对，我只能安慰自己，那些事都过去很久了，萧景慈应该不会到那个份上，他现在是皇帝，想要什么样的女人不过一句话的事儿，估计早把我这个乡下女人忘得一干二净了。可我没想到的是，萧景慈偏偏是个记仇的人。傍晚的时候，有个绣娘慌慌张张从前院跑过来：婉妮姐姐，你快去瞧瞧吧，来贵客了，看她穿着打扮像是宫里来的。我心跳得厉害，左思右想，
总觉得来的人不怀好意。先稳住那边，赶紧去医馆把大丫叫回来。会客厅里，萧景慈站得笔直，黑眸深沉，薄唇微抿着，让人看不透他现在是什么心思。明明穿的是便服，可谁都看得出他气度不凡，那股压迫感绝不是普通宫里人能有的。刘大丫自然也认出了萧景慈的身份，他坐在主位上，强撑着镇定。乔公子这般气派，定是非富即贵。不知这回来小店是有什么事？若是要订货，他话还没说完，萧景慈微微抬起下巴，他身后的2个随从竟把尹仙宁送的那对花鸟挂屏直接抬了上来。刘大丫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，当场愣住了。公子这是什么意思？别装了，朕知道你是荷花村来的，朕是来找人的。他神色淡淡，从腰间抽出一把精致的匕首，慢慢把玩着，眸子里透着森冷的寒意。刘大丫艰难地咽了口唾沫，颤抖着问道：陛下要找谁？我的妻子江婉宁。萧景慈神色隐忍，眼底几乎泛红，整个人都透着一股疯狂的劲儿。我蹲在屏风后头，不知不觉间汗水已经浸透了衣裳。不行，萧景慈今天找到这儿，肯定跟那对花鸟挂屏脱不了关系，他看上去也不太对劲。再这么下去，说不定我和大丫今天就得死在这儿。虽然不知道他为什么找我，但我必须面对他。我深深吸了口气，站起身，大大方方地绕出屏风，然后极其顺畅地跪了下去。我眉眼恭顺，双手贴地，直接冲着萧景慈磕了个响头。民女江婉宁参见陛下。其他人已经悄悄退下了，我跪在地上，不敢多说一个字。江婉宁，别以为我看不穿你那点心思。你是想着这么一跪，咱们在荷花村朝夕相处的那些日子就能一笔勾销了？他的声音沙哑。我找了你很久，竟不知道你就在京城。这次我来是想跟你把话说清楚。我好像听到了天大的笑话，怀疑萧景慈是不是疯了？他当我是傻子？我要是说了实话，他一个龙颜大怒，砍了我脑袋怎么办？民女不敢。萧景慈眉头一皱。你是觉得我会杀你？直到这一刻，我对他毫无信任这件事终于彻底暴露了。他快步走到桌前，挥笔写了些什么，把那张纸递给我。这封亲笔诏书可保你和云赏坊一生平安，这回你总该信我了吧？我这才放心的把他收进怀里，壮着胆子回答：陛下，我自认对你极好，以为能换来你几分真心，可你却瞧不起我，嫌弃我。换作是你，你会信这种薄情寡义的人吗？我什么时候说过嫌弃你？江婉宁这个人野蛮粗鲁，大字不识一个。我跟他本来就是逢场作戏，赏他1000两黄金已经是天大的恩赐了。我直直盯着萧景慈的眼睛，把他当年的话重复了一遍。其实就算你不说，我也从来没想过进宫。就算当了皇后又怎样？皇帝的爱又能维持多久？我才不稀罕。对了，忘了跟你说，那天我扔掉那只簪子不是因为伤心，只是因为它是银的，而我喜欢金的。萧景慈眉头微皱，靠在桌边捂住胸口。原来我在你心里甚至比不上那1000两黄金重要。江婉宁，你对我到底动过心吗？那年冬天我去找你的路上掉下山崖，你拼了命找我，挖到10根手指头都是血，我是动过心的。只是这种动心我不敢相信。我读了书之后越发明白，风花雪月这4个字不仅仅存在于儿女情长之间，也可以存在于胸怀抱负之中。萧景慈，你书读的比我多，又怎么会不明白放手这个道理呢？那放手2字对萧景慈产生了极大的刺激，他眼睫颤抖着，突然用拳头捂住嘴边，转过身去猛烈地咳起来，同时另一只手紧紧抓住桌沿，拼命稳住自己的身形。他正要说些什么，嘴里突然喷出一口彩虹，触目惊心地溅了满襟。萧景慈向后跌坐在地上，闭着眼睛，好像失去了意识。那天我亲眼看到之后才知道，原来萧景慈的怪病就是这个，场面确实有些吓人。不过话既然已经说开了，以我对他的了解，他以后大概不会再纠缠我了。我很快把萧景慈抛到脑后，一心扑在左相的寿宴上。原因很简单，现在的云赏坊已经在宗室贵女们中有了些名气，可这还远远不够。只要能利用好这次机会，云赏坊就能走进整个宗室的视野。寿宴当天，我以尹仙宁好友的身份出席，早早就到了。可刚一迈进门，就看见了坐在正中央的萧景慈。他很快就注意到了我，我心里想，怎么会这么巧？四目相对的瞬间，我淡定地挪开目光，径直走到自己的位子上坐下。一轮推杯换盏下来，气氛甚是热闹。等到了献礼祝寿的环节，我拿出精心备好的寿礼，一时间在场众人的目光齐刷刷地看向我。素来听闻尹大人为官清廉，不喜铺张，民女便带了些云赏坊的讨巧物件。我将手中的东西缓缓展开，那是云赏坊独创的四面绣。左相不明所以，平日里只听过双面绣，这4面绣是什么说法？我笑了笑，走到中间，先展示香囊的正面，再翻转过来，此为2面。随后我将香囊举起，对准日光，原本的福寿纹在阳光照射下瞬间
消失不见，取而代之的是八宝团兽纹的图样，里面那一层的绣工针脚更为细腻，也更加精美华丽。我行了一礼，朗声道：“祝大人身心同康，福寿双全。”当真稀奇，好，甚好。尹相高兴得合不拢嘴，我心中暗暗得意，今天这事算是成了。没想到坐在上首的萧景慈忽然开口，灼热的目光在我脸上流连。朕也觉得这香囊构思精妙，比宫中巧匠的手艺还要更胜一筹，应当赏赐。话音刚落，场内不知是谁带头鼓掌，四周一片叫好之声。宴席散了，我正准备离开，一个穿着华贵的男人拦住了我。姑娘，你应该认识我吧，陈大人的嫡子。我并不认识他是谁，但出于礼貌，还是微笑着摇了摇头。你心灵手巧，长得又这么水灵，光做针线活太可惜了，不如跟了我，往后你的生意我罩着。他顺势就想搂住我的腰，我躲闪不及，被搂了个正着。忽然听到一声惨叫，那男人被人从身后一脚踹了个人仰马翻，他怒斥：“谁他娘的敢踢我！”下一刻，他的表情从震怒瞬间变成了惊恐。皇上，萧景慈的靴子踩在那人刚碰过我的手上，顺手抽出侍卫腰间的剑，再一抬手，那人的发冠被萧景慈挑飞，头发狼狈地散落开来，已被削去了大半。朕竟不知，区一个奴才也敢狗仗人势。他面无表情，脚下逐渐用力，像是要把那只手掌碾碎。我转身想走，萧景慈忽然用力抓住我的手腕，把我往反方向拉去。他一句话也没说，直到带我绕过一处假山，才质问道：“你每次见到我就是这副表情，可连刚才那种货色，你都会对他笑。”我懒得跟他废话，可我沉默的样子让萧景慈气到了极点，也嫉妒到发狂。你们都说了什么？他是不是向你示好，还是他想娶你？他飞快地说着，脸上透出几分偏执。你知不知道那个陈公子养了8个外室，花心滥情，为什么连他都可以，我却不行？那只脏手凭什么碰你？我比他有钱，只有过你一个女人，也比他干净得多。萧景慈忽然拿起剑塞进我手里，他双眼通红，手握住剑尖，对准自己的心口。婉宁，求你别讨厌我，如果你真的那么恨我，不如一剑杀了我。我打断他，难以置信地看着他。萧景慈，你是不是忘了自己是谁？你疯了！你说的没错，或许从想起前世的那天开始，我大概就已经疯了吧。前世这2个字几乎让我的呼吸停滞。婉宁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一直认定我薄情寡义，不愿相信我，是不是跟刘大丫有关？我心里猛地一跳，他怎么会知道这些？莫非萧景慈也重生了？萧景慈曾经从马背上摔下来过，醒来之后，脑海里就多出了一段奇怪的记忆。我忽然想通了，为什么我受伤那天刚进村口就正好碰到你，还有你提前准备好的药材，以及你和我相处时的种种细节。我还以为你对我那么好，是因为你对我也有意思，没想到从一开始我就理解错了。我的心开始不安起来。萧景慈不光知道前世发生的事，竟然还看穿了我救他的真正原因，但他却没有生气。前世我早就说清楚了自己的真实身份，还跟刘大丫说好了，等我养好伤会给他一笔钱作为报答。成亲是假的，借住在荷花村养伤才是真的。我对他没有任何感情，更没碰过他。前世的时候，我当然不知道他跟刘大丫之间还有这样的纠葛，这的确是我认定萧景慈负心的原因之一。每次他对我做什么的时候，我都会忍不住觉得那不是他的真心话，只是他装出来的样子。这个真相让我说不出话来，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那个暗卫不是我派的，父皇派他来试探过好几次，我只能装作对你没兴趣，说那些狠话也是为了让父皇放心。我担心我走了以后他会对你下杀手。我当时想，要是我能早点登基，就能早点把你接进宫里。可你那天跟我说你不在乎这些，我的感情母妃留下的簪子、权力地位，我能给你的东西你全都不在乎，那钱呢？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就只剩这个了。我好像见过萧景慈很多种样子，快要死掉的萧景慈，跟我朝夕相处的萧景慈，还有甩袖离开的萧景慈。虽然各不相同，但都在我的意料之中，也让我能够从容地保持警惕。可现在的萧景慈却完全打破了我对他的所有想象，这样的他让我第一次不知所措。江婉宁，你能不能再信我一回？我低下头没有回答，我好像需要点时间好好想一想。7天之后就是盛京的花灯会了，因为左相寿宴上的那次策划，云赏坊的生意越来越好。我提着刚绣好的金箔如意灯，站在跟萧景慈约好的地方，桥上人来人往，每个人脸上都戴着花样各异的面具，手里提着的花灯也各不一样。桥下飘着上千盏莲灯，倒映在湖面上，随着水波起起落落，像是银河翻转倾泻下来的满天星辰。只有一个人戴着玄色面具，逆着人流踏着月色走来，手里还提着一盏云赏坊绣制的元宝灯。元宝灯圆鼓鼓的，肚子滚圆，
圆，看着又憨又可爱。可也不知怎么回事，别的手工绣灯全都被一抢而空，偏偏我最喜欢的元宝灯只卖出去2-3盏，成了这一批里头最不受待见的。我原本还为这事犯愁，前几天忽然冒出个大主顾，一口气把剩下的元宝灯全包了。我心里当然明白那人是谁。戴着玄色面具的高个男子步子轻快，看起来心情很好。他走到我身旁，稍稍顿了一下，却又装模作样的继续往前走。我故意当作没认出来，不动声色地挪开目光，朝另一边望去。果然不出所料，萧景慈又折了回来，来来回回走了好几趟。见我始终没什么反应，他终于忍不住了，急急地自己掀开了面具。你真认不出我吗？我有些想笑，但还是一本正经地点了点头。没关系，明年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明年还认不出，那就后年、大后年，这么一年一年算下来，你迟早能认出我的。他眉眼舒展开来，满是期待地看着我。你约我出来想跟我说什么？我自然清楚他在期待什么，我也伸手摘下了脸上的兔儿面具，握着灯杆的手攥了又攥。萧景慈，我已经想好了，我们之间确实有很多误解，但你既然愿意把话说清楚，有些事我也不想再瞒着你。我不讨厌你，也曾对你动过心，更不怕再信你一回。他眉梢眼角浮上了喜色，我叹了一口气，接着往下说。但我也有我更想做的事情，如果跟你在一起，就意味着要放弃云商坊和自由，那我想我没办法答应。9尺高的宫墙，帝王家的规矩，每一样都会变成困住我的枷锁。那样的日子虽然更富贵，可我不会比现在过得开心。我还是更愿意当我的小财迷，摆弄我最喜欢的金箔线，等再攒些银子，就去做些自己想做的事。要是有了闲暇，就去看看这世间的山川湖海。我心里再清楚不过，这才是我真正想过的日子。萧景慈，抱歉。把这番话说完，我感觉心里轻松了不少，行了个礼，转身就要走。没想到身后的人一把拉住我，又把我拽回了怀里。他另一只手摘下我的面具，低头认真地看着我。结发夫妻，白头偕老，咱们在荷花村的山神庙里拜过堂的。萧景慈的手指轻轻划过我的嘴唇，下一刻温热的吻就落了下来。你不愿进宫那就算了，我自有办法。可是江婉宁，别以为这样就能把我吓跑。快过年了，云商坊在京城又开了第3家店，我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，就交给了另外2个手艺很好的绣娘打理。那天盛京下了一场大雪，自从上回把话挑明了，萧景慈好像更加没有顾忌了，只要一有空就往我这儿跑。他说既然我不愿进宫，那就他出宫来找我，这就是他想出来的办法。最让我受不了的是，每次来看我，他都会带一堆值钱的稀罕玩意儿逗我高兴，这哪里是什么前夫，这分明就是个送上门的财神爷。我一看见他，马上左右看看，趁着没人留意，赶紧把他拽进屋。你是走后门进来的吧？千万别走正门，要是被人认出你是皇上，肯定会把客人都吓跑的。到时候你要是耽误了我做生意，别说后门了，狗洞我都不让你进。他靠在榻上，笑得眯起了眼，好像一点也不在意我这副恨不得让他钻狗洞的样子。萧景慈忽然拿出一把精致的金钥匙递给我，那钥匙上刻着浮雕的流光花纹，顶端还镶了一颗小小的夜明珠，看就是精心准备的。婉宁，新年礼物。我觉得有点奇怪，明明离过年还早着呢，怎么就开始送新年礼物了？再一低头，他已经把钥匙塞到我手里了。我也想跟你要一件礼物。我还以为他坚持了这么久，终于憋不住了，又要说什么让我进宫的话，没想到萧景慈只是想让我像从前那样，在他的衣服上绣个云字。以前你总爱开玩笑说你绣的字就是我的护身符，所以每次我穿着它出门，都是托了你的福才能平平安安回来。明年的新衣服，你还没给我绣字呢。以前是以前，可现在萧景慈是皇上了，不管去哪儿都有侍卫保护着，我只觉得他挺孩子气的。不过看在那把金钥匙的份上，我还是去拿了针线过来。要不明天我多拿几件过来，你干脆给龙袍上也绣一个。我抬手就去掐他，嘴里骂着昏君。这个动作自然得很，就像一下子回到了荷花村那些安静的日子。我猛然察觉到这一点，收敛了表情，想把手抽回来，却又被萧景慈握住了。他修长的手指穿过我的指缝，握得更紧，不给我半点退缩的余地。外面明亮的阳光照进来，整个屋子都暖洋洋的。忽然觉得不做点什么的话，好像还真对不起你这身昏君了。他顺势搂住我的腰，把我压在了榻上。那天最后，我一脚把萧景慈踹下了床榻。等他走了，我这才注意到那件绣着字的衣裳还被他丢在了屋里。这家伙居然能马虎成这样，按他那脾气，明儿个8成还得舔着脸跑来取吧。谁知接下来好几天，萧景慈倒是消停了，影子都没见着。反常的事儿准没好事，我心里莫名冒出一股不好的预感。又连着等了几日，萧景慈那边依旧没什么动静，让人去宫里打听，也是一点消息都没有。偏偏这时候，京城里传起了风声，梅南郡那边闹起了怪病，死的人多得吓人。我这才想起来，荷花村搬走的那些人，大半都去了梅南郡。上辈子那场瘟疫来得又急又猛，没有药材，也没有吃的。荷花村的人就那么硬撑着，一个个断了气，只有真正死过一回的人才
才懂得那种绝望是什么滋味。梅南郡虽说比荷花村富裕不少，可说到底还是瘟疫，能撑多久谁也说不准。就怕地方越大，遭罪的老百姓就越多。正因为我亲身经历过那种地狱般的苦楚，就更不能眼睁睁看着不管。我当下没有半点犹豫，把大半家底都掏了出来，连夜置办了车马，装上好几大车救灾的东西，直奔梅南郡去了。金子银子固然要紧，可钱财散了还能再挣回来，跟人命比起来根本不值一提。等我赶到那儿，才发现梅南郡的情况已经稳住了。这里搭起了好几处简陋的草棚，专门用来隔开病人，还有固定的地方施粥发药。除了大夫们轮班换着来，还用烧仓鼠的法子消毒，每一处都安排得妥妥当当。我带来的药材和粮食倒也派上了用场，我这才松了口气。正琢磨着这梅南郡的郡守是个能人，就听见一个小孩子开口说：“才不是郡守大人呢！上回姐姐悄悄跟我说，是从京城来的萧大人。”不知怎的，我脑子里突然闪过萧景慈急着送出去的那份贺礼，还有他跟我要的那个云字绣。我嗓子眼发紧，压低声音问：“那位萧大人现在在哪儿？”他好像病得挺重的，姐姐说他快不行了。我一路冲到萧景慈住的院子，守在门口的暗卫看见是我，也不敢拦着，我一把推开了房门。萧景慈果然躺在床上，他闭着眼睛，眼底下隐隐透着青黑色，像是熬了很久，整张脸都透着疲惫。我发现自己完全不习惯他这副半死不活的样子。萧景慈，我来找你了。我站在床边，瞧见旁边搁着的药碗，谁让你不把护身符带上的，活该。胸口堵着一股怎么也散不开的闷气。我总觉得自己不该说这些话，可只有这么说着，好像心里那股悬着的劲儿才能松快点。眨了眨发酸的眼睛，我接着念叨：“不过你放心，路上我就想明白了，你要是真死了，我肯定把你忘得一干二净，然后好好过日子。到时候我就拿着你给我的那些金子，嫁给整个圣经最有钱的男人，每年跟他一块儿去给你上坟烧纸。”萧景慈的眼皮突然抖了起来，我吓了一跳，眼泪也憋回去了。这该不会就是传说里的回光返照吧？他猛地睁开那双深沉的眼睛，一把抓住我的手腕，咬着牙说：“江婉宁，你敢？你怎么哭了？”他愣了一下，眼里全是喜色，更加肯定地说：“你为我哭了，就是在意我。”明明眼前这人累的脸都瘦了一圈，可他还是高兴地跟着了模似的，死死抓着我的手不放。上辈子那场瘟疫来得又急又凶，加上荷花村位置偏僻，等我知道消息赶过去的时候，已经晚了。你跟他们感情深，荷花村的百姓也照顾过我，这回又扯上了梅南郡，不管从哪个角度说，我都得亲自过来。他把荷花村的事想得这么周到，居然也从没动过斩草除根的念头，这话让我心里也跟着软了下来。他伸出手，摊开手掌，我惊讶地看见那只素簪正静静地躺在那儿。这次我来才知道，当年没找到它是被人捡走了。那人知道是你的东西，就交给了我。它虽然有点丑，也不是金子做的，但这是我母妃留给我的唯一念想。你要是不喜欢……这么多年过去了，绕来绕去，这根簪子居然又回来了。不等他说完，我从他手里接了过来。最近金首饰戴的是有点多了，偶尔换换好像也挺好。梅南郡的事儿总算是平息下来了。跟萧景慈回去之后，我在京城过了第一个新年，我也等来了真正属于我的贺礼。除夕那晚，萧景慈把我带进了宫里，我拿着钥匙推开了一整座金光闪闪的大殿，看得眼睛都直了，笑得嘴都合不上。这是早就给你准备好的，它存在的意思不是困住你，而是我想让你知道，有我在的地方就有你的位置。也不知道为了编这套话来哄我，他到底琢磨了多久。我心里暗自好笑，却也觉得挺受用的。那天我头一回听你说在意我，心里高兴的不行。对我来说这就够了，不会再想别的。婉宁，我想问你，你愿不愿意跟我过一辈子？金殿里灯火通明，烛光晃动着，眼前这人的眼神认真的很，好像比烛火还要亮几分。我感觉到他的目光，心里微微动了一下。你知道的，我从来不做赔本的生意，所以这次就成了。后来云商坊成了京城数一数二的绣坊。听说那位王姑娘不光出钱建了好几座学堂，还成了第一个进圣经商会的女人。我果然像自己盼着的那样，只要有空就到处跑，把天南地北的景色都看了个遍。我寄回来的信里，有时候会夹着一根江南的柳枝，有时候会画上一轮大漠的残月。萧景慈这儿的桃花又开了，我学会了酿酒，他们都说挺好喝的。他们是谁？这漠北的女子果然是英气十足。等我回去，一定要画一张骑马装的图样出来。你要是肯教我骑马，我可以考虑送你一套。看到这儿，他又把皱起的眉头松开了。绣坊里的阿宝姑娘快生了，你记得把我准备的东西送过去。难得他把这些琐碎事都记在心上，不过他还是老老实实记下来照办。明天跟大丫在码头碰头，别惦记。那路费够不够？他又觉得自己想太多了。要是真有什么事，暗卫也会来报告的。萧景慈抬起头，看着空空荡荡的宫殿，陷进了回忆里。他突然想起上辈子住在他隔壁的那个江姑娘，每次摆摊的时候都跟他的肉铺挨在一块儿，每回有人还价，
只要少一个字儿，他就瞪着眼，叉着腰，恨不得把人骂个狗血淋头。明明抠门的很，可他每年快到冬天的时候，都会给街上流浪的猫猫狗狗早早缝好衣裳，碰见可怜的要饭娃，也会掏出几个铜板分给人家半碗面吃。萧景慈闲着没事的时候，总忍不住看他，对他挺好奇的。登基之后，听说荷花村闹了瘟疫，他脑子里第一个闪过的居然是他的脸。那位江姑娘不知道还活着吗？可他们也就到此为止了。后来，萧景慈当了个勤勤恳恳的好皇帝，却因为染了病，死在了一个特别冷的冬天。再睁开眼，在还没想起上辈子的事之前，他先碰见了江婉宁。他们相遇也是在冬天，他踏着满身风雪而来。从那以后，他就陷进了一辈子都逃不出的劫里。萧景慈又想起年少时母妃临终前说的话：阿昭，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就是穿到这个朝代，遇见了你父皇。你要记住我的话，别学他。他想他会做到的。萧景慈从回忆里回过神来，合上最后一封信，小心翼翼地收进盒子里。不管长短，每次江婉宁信上那几句话，哪怕隔着千山万水，也能让他心里踏实。虽然这些信因为路途、天气等各种原因，不一定能按时送到，可每次想他的时候，萧景慈总喜欢一个人静静坐在这偌大的金台宫里，翻来覆去看这些信。算着他回来的日子，他干脆直接把批奏折的桌子也搬到这儿来了。说起来也挺有意思，这金台宫连江婉宁都没住过几回，反倒是他经常待在这儿。启禀皇上，不知道为什么，萧景慈的心跳得有点快。什么事？云商坊的那位回来了。他抿了抿嘴角，喜悦从心底压都压不住的涌了出来。备马，朕要出宫。夜色凉得像水一样，不知是谁策马疾驰，溅起满地春花。原来为我建起的金台宫，从头到尾锁住的只有他自己罢了。